花莲出现不明原因的音爆，引起了岛内的风声鹤唳，会是我们的歼20战机吗？大家好，我是石涛。4月8号到10号解放军举行了联合利剑军事演习，直指的就是以蔡英文为首的冥顽不化的台独分子。那么这一次军事演习呢，也在岛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过4月10号，台岛东部花莲上空发生了4声音爆巨响，让花莲民众真正的是感觉到了紧张啊。那么这4声音爆的来源是什么呢？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4声音爆是一大清早就在花莲上空爆响啊。那么发生了音爆之后呢，这个台湾的网络上也是这个流言纷飞呀。那么台军的各部也出来赶紧撇清跟自己的关系，包括了台空军台海军，甚至连消防部队都出来说这个声音不是我们搞的呀。那么有人就开玩笑是不是如果小朋友不小心把这个氢气球扎破了都要赶紧报告，不是我干的坏事当然，玩笑归玩笑，音爆总是有个来源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音爆一般是在超音速飞机进行这个跨越音速的飞行的时候，由于极度压缩空气造成的这个爆震的现象，那么会在地面听到的是巨响。但是这个音爆能在地面听到也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那就是说明这个飞机飞行的高度离地并不太高否则不会听到如此明确而清晰的音爆音。因此就有这个台湾的网民认为这有可能是大陆的解放军歼20战机来到了花莲上空。那么这个猜测是有可能的吗？我们注意看这次联合利剑演习是很明显的分成了3阶段第一天是火力准备第二天演练的是这个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的争夺，第3天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这个防御强敌的域外势力的干涉。那么4月10号正是这个第3天我们看到了包括了山东舰航母战斗群以及一系列的外海的拉动演练，防的就是域外势力从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干涉。那么如果以这个为假想，那么似乎解放军东部战区装备的歼20战机出现在花莲外海也不是不可能。当然，作为一款新世代的隐形战机台军目前装备的雷达可以说没有任何一款有把握能够捕捉到歼20的这个动态因此呢，在台媒的报道里面，在台军的所谓的解放军战机的动向里面，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歼20的身影。那么这也是对歼20隐身能力的一种肯定。但大家要知道隐身并不是视觉上的隐身歼20如果在这个如此的这个能够听到音爆的高度飞行过去，那么是一定会有目击的。因此大概率来说可能并不是解放军的歼20战机。不过也有人又展开了想象说那会不会是我们的这个无侦8高速无人机给台湾来了一个掠飞确实这个以音爆掠飞作为攻击手段是当年美国详细考虑过的，就是通过这个高强度机体的超音速飞机在低空掠飞过这个士兵的上空通过制造音爆来造成大规模的杀伤。那么在和平时期也有过这个因为音爆造成什么养鸡场的鸡大量死亡之类的案例。但是咱们要知道这个联合利剑演习毕竟它这一次是一个这个瞄准指向性非常强的这个演习，它并不是针对台湾的老百姓，因此我们并没有必要以这个扰民的方式来这个干扰台湾百姓的生活。我们要打击的还是那一群台独分子因此呢，这一些无论是歼20还是无侦8这个故意拉出音爆来扰民的这个猜想大多数我认为都是无稽之谈那么这个音爆有可能会是谁拉出来的呢？我理解还是花莲地区的台空军的这个战机为了应对包括了这个山东舰上的这个歼15等等的起降的这个事态紧急升空、紧急加速进行拦截，在无意间造成的音爆。那么跟我们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绝对不是解放军有意为之。
当然了，在未来的这个台海的局势中，解放军完全可以利用音爆这个手段，在台岛上空展现实力，那就是下一个阶段或者说接下去我们要考虑的展现秀肌肉的一个方法了。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我们下次再见。